光耀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等你。多亏光耀哥还你清白。你就一点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怕他冤枉我吗？刺客的钱包我早就搜过了，不是只有你的光耀哥哥才那么细心。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无论是推理能力还是心思缜密，我哪一点都不比他差。你笑什么？为什么必须要让我知道？你干嘛一定要在我面前跟光耀哥比啊？我没比，明明是你担心我。我担心你什么呀？你想多了。你不应该担心我吗？如果我出事了，谁还替你办事啊？也不知道谁想多。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？那你还替无赖包扎？我走了。哎，夜深了，我送你吧。你这2天走背子，别又让人给绑了。我走背子也是从认识你开始的，好不好？认识我，你才不会走背子。光耀，徐伯父要是知道你把搞垮谭玄龄的大好机会白白给浪费了，他肯定会找你算账的。算就算吧，反正这种栽赃诬陷的事，我做不来。又没让你栽赃他，是南边要栽赃他。你顺水推舟，扳倒谭玄龄也算是不辱使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以为南边会这么好心，替我们除掉眼中钉吗？自然是没安好心。我们的3位副帅正在整编5省联军，南边这个时候派人刺杀光耀，并且栽赃给谭玄龄，上海局势必乱，整军之事也自然顺利不了。你现在倒是明白了，光耀，你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亲审此案，是不是防着徐伯父借此做文章？你既然自己亲自审过了，徐伯父便不好再借题发挥了。洪琛，有些话心里知道就好，不必说出来。知道不端，你却偏要做个正人君子，我是替你不值啊。没有什么值不值，只有该不该。谭四，哎，拿下来。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司令，你说这刺客真是南边派来的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像。你想啊，咱们谭家军跟革命党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那怎么就把矛头指向咱们了呢？你再者说了，你要论起来的话，那徐督军、裴督军那都杀过革命党啊，要找麻烦先找他们才对啊，那找咱们干嘛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只不过现在死无对证，只能按革命党处理了。乖啊，哥哥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我特意炖了鸡汤，你喝一点吧。没事，太晚了，我没胃口。我特意炖了好久，很好喝的，你就喝一口嘛。谢谢你的一片好意，我真的不饿，你自己喝吧。
婉清，你回来了。光耀哥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这伤好些吗？啊，没事。今天晚上没吓着你吧？是谭司令送你回来的。啊，是一个勤务兵送我回来的。放心，我胆子没那么小。有谭司令在，姐姐自然也不用害怕。光耀哥哥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婉婷也在啊。我刚做了宵夜，正准备和光耀哥哥一起吃呢。婉婷小姐，我说了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那我也先上去休息了，你早点睡，伤还没好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，门口有位姓廖的先生求见。不见，说我不在。廖先生说，10年前他是您父亲的随军医生。给他喝点粥吧。兄弟，出什么事情了？看，司令和大公子在前方山谷遇上了马匪，快去支援！哎，学林。司令，玄林，廖叔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快让我看看你。哎呀，这大小伙子了啊！我早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消息，这当年谭家的二少爷，现在已经是威风凛凛的上海王喽。廖叔，10年没见了，这10年里，我一直想联系您。可是，一直联系不上，您过得还好吗？做些小生意，勉强混日子罢了。哎，来，廖叔，请坐，坐吧。来，来，谢谢。廖叔，我知道，当年。你是因为在罗督军面前据理力争，反对取消谭家军的番号，所以才被罗督军驱逐的。当年遇上马匪，
辎重被劫，你父亲战死，这罗督军不仅没有抚恤，还把所有战败的原因都加在了你父亲头上，连番号一并取消，未免太让人心寒了。这一战，让我们谭家多少年都抬不起头来。我带着兄弟们打了无数胜仗，可是到现在还有人在嚼舌根，说我们当年连马匪都打不过。人言可畏啊！你父亲生前军功显赫，可这最后一场败仗，把他一辈子的名声都打进去了。六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当年那场仗的惨状你也看到了，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怀疑呢？其实我一直怀疑，你父亲遇上的不是马匪。六叔，你也觉得他们不是马匪？马匪只为劫财，一般不会斩尽杀绝。可当时，他们炸毁山石，封住山谷，你父亲、你大哥，还有所有的部下全部阵亡。我实在是想不出，什么样的马匪能有这样的战斗力。这10年，我转战南北，可是再也没有听到这伙人的消息。如果他们真的是马匪，不可能干一票就金盆洗手了呀。可惜，当年没有一个幸存者。我每次梦见我父亲，我都想跟他问问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惜梦就醒了。这是当年从你父亲伤口上取下的弹头，这些年我一直留着，也许你能用得上。开花弹。当年所有遗体身上的创伤都特别大，很多甚至被炸开了半个胸膛。这种子弹，在全世界的正规军里面都是禁止使用的。廖先生，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正规军不会用，马匪也绝不会用。玄林，我还想跟你说，很多事情并不像你眼前所看到的那样。当年谭家受到的冤屈，今天不要再加在别人身上。六叔，您是不是意有所指啊？当年你父亲遇上的马匪可能不是马匪，昨晚远东饭店的革命党也可能不是革命党。六叔，那您现在做什么生意啊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过去的事，今天的事，还望小谭司令都能寻得真相。好。已经登报结案了，确实是革命党所为。副帅，儿子实在无法罔顾真相。真相并不重要，你这样心慈手软，你怎么斗得过那姓谭的？到手的机会你都抓不住。是儿子错失良机，请您责罚。罢了，你性格刚正，真让你做了违背内心的事情，怕是你心里也过不去。谢父亲谅解。这政治啊，就像下棋，失去了先机，便再也无法挽回。好在这胜负也不是一局定输赢的。谭玄林签下的约法3章第1条，遣散安置谭家军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这一局我们必须赢。是。廖叔，昨晚除了刺客，督军府已经下令，
命我全城搜捕革命党。这市面上且得乱一阵子了，生意不好做，您多加小心。好的。不过我一生意人，谁又会找我的麻烦呢？廖叔，别让我为难。明白。谭司令，后会有期。廖先生，后会有期。这弹头从哪来的？真的是老司令身上的？老傅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廖医生？不记得。老司令身边的军医，斯斯文文的，一看就是个文化人。我遇见他了，这是他给我的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留着。他也怀疑，杀死我爹的可能不是马匪。我就知道。老司令绝对不可能输给一伙马匪，可是跟着老司令的兄弟都不在了，没人知道山谷里发生了什么。就司令，居然把这姓谭的排在我们前面，还说他是什么4少帅之首，哎，有没有搞错？就凭他，八卦小报的噱头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谭玄林他就是一马匪土包子，凭什么和我们相提并论？要争论职位，我们可还真不如他。不过是个傀儡司令罢了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最气焰不过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他迟迟不肯解散谭家军，只怕是不想当这个傀儡。那就由不得他了。总统大人，好久不见。请坐。谢谢。之前总统大人几次邀约，我都因为拍戏繁忙，实在无法前往。今天我做东，特意向您赔罪。顾小姐，你不必道歉，只要顾小姐约我永远有时间了。谢谢总统大人。总统大人，真巧啊！谭司令，谭玄林，秘书说你晚上约了人，费安顿，不是，这俩怎么整一块儿了？看来我们应该不是偶遇吧？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。我约了您好几次，都被您的秘书给挡下来了，所以我才借顾小姐的面子，希望您不要见怪啊。约瑟夫先生是我的好友，你却把他当作刺客抓了起来。谭司令，
就是县官上任给我一个下马威嘛。总统大人真是中国通啊，下马威都知道。但是这个词用在我的身上非常的不合适。在您的面前啊，我是马首是瞻。光耀，我刚才在雪茄吧。等等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堂堂苏少帅，连你司令部的门都进不来了。我跟你说正事儿，刚刚我在雪茄吧挑雪茄，你猜我见着谁？顾月霜。我是见到顾月霜了，但是他和谭玄龄在一起。他们本来就一对，在一起不奇怪吧？但是和他俩在一块儿的另外一个人，你肯定觉得奇怪。大惊小怪。谁啊？费安顿。你想见上？你想见上会民团？对，我的兵啊，都是打过仗的老兵了，所以维护治安自然不在话下。现在这工部局只有巡警和宪兵，这华人之间的纠纷，他们不便出面。如果我们成立这个商会民团，或许就方便许多。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谭司令你一上任时便与督军府约法三章，这第一条是解散军队，而且期限就快到了吧？总统大人，记性真好。只不过我的这些兵，唯一的本事就是打仗。这督军府非得把他们放在工厂里，完全是无用武之地啊！而且现在这个形势非常混乱，这革命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进来了。这督军府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难道总统大人不想建一个属于上海、完全不受任何人摆布的私人武装吗？这靠天靠地，不如靠我们自己啊！我想是你想弄一支不受任何人摆布的武装吧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这个提议是真是有点意思了。我想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只不过我需要看到你的诚意。总统大人放心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。谭玄龄找费安顿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甭管他想干什么，对咱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。我记得你和费安顿的女秘书有些交情。那只是我众多仰慕者之一，也算是有些交情吧。反正那洋妞挺喜欢我的，你说吧，要我帮你办什么事？你帮我去问问，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。Oh dear, we have married so many years. I don't even know you are so romantic. I couldn't be happier this anniversary. Anything but you want, darling. 小叔叔，你也太坏了，都安排好了不告诉我，害我紧张半天。你就不应该紧张，有我在了，谁也不能占你便宜。那倒是，我这辈子有小叔叔就够了，我都不用嫁人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回去吧啊，开车慢点。那我走了，慢点，拜拜。开车慢点啊。
司令，双儿小姐还跟以前一样，跟你那么亲。她当然跟我亲了，她的命是我捡回来的，能不亲吗？哎，司令，你说费安顿能看在双儿小姐的面子上帮咱们吗？当然不能了，他这个老狐狸，哼，没那么轻易拿下。那你还不着急？这眼看着就到这解散的日子了。这饭啊，要一口一口的吃，路呢要一步一步的走。嘿，真厉害！哎，我要是你，早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哎，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形容那个天在你面前库嚓一下就塌下来了，然后你还面不改色的。老子15岁那年，天就塌下来了。放心吧，谭家军的天塌不了。开门。哎。是这样的，光耀，这个谭玄灵呢，想把他的部队改编成为商会民团武装。你看这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帅，谭玄灵居然想怂恿费安顿，要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商会民团武装。他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上海司令，费安顿不会冒这种风险去得罪我们督军府帮他吧？很难说。从费安顿的立场，如今局势并不明朗，手里多几支枪，便多几分把握。谭玄灵的提议正中下怀，难保他不会动心。早知道这个样子，刺客一事啊，还不如栽到他头上，不让督军不高兴。我这世界上不光是有人情世故，还有是非曲直。看来我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位总董事大人。进来。怎么是你啊？哦，我看门没关，就进来看一下。这个谭四，向来不把门关好。我是不是来的不太是时候啊？没有。来，给我吧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就问问你伤口怎么样了。没事，小伤，已经快好了。你今天不太高兴？有吗？你是不是在想安置谭家军的事情啊？庆功宴上你说年前会做好，听说督军府一直在催你。你要是有困难，要不我去劝劝我爸爸，把他们安置在穆家产业里。我不是来替光耀哥催你的，我是真的想帮你的忙，毕竟我们穆家产业的工资最高啊。这事儿你可能帮不上我。啊，放心吧，我这么唯利是图的人呢，需要你的时候一定会找你帮忙的，不会客气。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光耀哥，光耀哥，出什么事啦？啊，我约了费安顿
准备跟他商量安置谭家军的事。今天你就先回家休息吧，晚饭也不用备我的了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啊？穆家在上海还是有几分面子的，我在旁帮着说话，早点安置好谭家军，你也好早点回悦城啊。我只是觉得，你一个女孩子去应酬不太好。我是你的秘书，陪你应酬是分内的事情，更何况堂堂督办大人出门，怎么能没有随从呢？好，那就听秘书小姐的。小叔叔日理万机的，怎么今天有空请我吃饭？你帮我约到了费安顿，我肯定要好好感激你一下。那一顿饭可不够，我今天可是为了见你，连费安顿的邀约都拒绝了。他邀请你干嘛？不会是因为我借你的面见他，他为难你吧？那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电影圈的上海王，他哄着我还来不及呢。这次是他要和徐少帅吃饭，请我去陪陪女眷。我就说我要拍戏，拒绝了。徐少帅不就是你司令部那位徐督办吗？他们俩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儿去的？而且他不是没结婚吗？哪来的女眷？双儿，改天再请你吃饭。韩四，走了。好呀。说走就走，谁在乎的是饭啊？请。费董。徐督办，幸会。费董，光耀来上海也几个月了，一直琐事缠身，没有机会登门拜访您。副帅已经怪罪我了，让我今晚好好陪您喝几杯。对了，这位小姐可是穆公从日本归来的女儿吗？是吗？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穆婉清小姐，现在是我的外文秘书。穆小姐前几次酒会都是惊鸿一瞥，今日一见，真是气质不凡，不愧为上海第一千金。总统大人过奖了，以后在上海的工作还请总统大人多指教。那我乐意为穆小姐效劳。总统大人，我们坐下边吃边聊吧。好的。司令，穆小姐跟徐督办吃饭，你还要盯着呀？你是不知道，费安顿这个老色鬼，徐光耀对付不了。费董，今天工部局抄送了我们司令部一份关于日本经济产业省的通报，里面提到日本棉纱厂愿意提供低息贷款给中国纱厂，不知您是否有留意到呢？这个我注意到了，不过这是棉纱行业的问题啊，穆小姐是最有发言权的啊。毕竟现在上海的中国纱厂将近一半都是穆家的。那穆小姐，你觉得日本商会的贷款该不该要呢？费董如此精明，当然知道这中间的利弊。日本棉纱商想用这种方法兼并中国的市场，然后欺行霸市，哄抬价格。他们已经搞乱了天津、青岛这些地方的棉纱市场，现在又想故技重施来搅乱上海的市场。
如果费董您不制止，那上海恐怕迟早一片混乱。不光是外文秘书，你看他样子也是经济秘书嘛。不过你们穆家自己有棉花供货商，也有码头仓库，也有固定的销售渠道，想必不会受到影响吧？可这棉纱行业是国计民生的行业，是关系到老百姓的。如果落到日本人手中，不免受制于人。费董，您设想一下，如果这以后啊，我们军用的棉衣、老百姓的棉被、医用的纱布，全部都要从日本人手里拿，想必你也不安心吧？不愧是穆公的女儿，你想得很是长远啊。穆家愿意出钱帮助这些困难的纱厂渡过难关，而且无息贷款。你们不是明摆着要和日本人打擂台吗？那我要是选择支持你们，拒绝小日本，那我难免有失公道啊。这个，费董不必担心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您两头都不得罪。好，那你说说看。费董，谭家军正在等待解散安置。如果能够把他们安置到纱厂里，穆家就能以补贴安置的理由给纱厂一笔钱。纱厂有了资金渡过难关，自然不用跟日本人贷款。日本人的贷款放不出去，也不会怨到您头上。那更关键的是，把谭家军都安置在纱厂里，谭司令的商会民团也就没法成立了。原来那个家伙想把谭家军改建成民团武装，难怪不找我帮忙。徐少帅，你呀，你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，你是不是就是想把这个民团的事叫黄啊？对吗？费董啊，我和您交个底吧。上海是受督军府的管辖范围，督军府是不会承认有民团武装的存在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。穆小姐，此事关系到你们穆家的利益，那你是让我得罪日本人和谭司令？难道你不该先和我喝几杯吗？那你就表示一下你的诚意。来，来。费董啊，穆小姐酒量浅，还是我陪您喝吧。穆小姐，你请我帮忙，但是你不跟我喝酒，那没有诚意嘛？费董，这洋酒我实在是喝不惯。没有问题，来，我们喝中国茅台怎么样？是吧？来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费董，穆小姐确实酒量浅，还是我来和你喝吧。徐少帅，且慢。那如果这酒是我请穆小姐喝呢？那自然是我敬她一杯，她会敬我一杯。那到你这里可就不合适啊。那费董先生打算怎么喝呢？6。我很喜欢6是个好数字。那这样吧，他喝1杯，你替他喝6杯，如何？徐督办，别麻烦了。好。
来吧。干杯！服务员，再来一瓶吧。哎，服务员，哦，哎呀，看来你的上司没什么诚意了，要不然还是你自己来吧。来，母小姐，本来这瓶酒是替你喝的，我和他还没有喝尽兴呢。来吧，我们两个一起喝怎么样？行，我来喝，我来。哎，不醉不归。你们的茅台真是越喝越柔，你多喝几杯就习惯了。哦，来，再见您，总统先生。我不喝了，我不能再喝了。我会把它喝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家喝。我要把它喝的。那我们回家吧。曼姐，你不要怕，我会一直保护你。你怎么来了？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挖我墙角是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陪许督办来处理安置谭家军的事情。我前脚刚跟费安顿谈建民团的事，你后脚就拆我台是吗？啊？那你要建民团，你也没有告诉我。告诉你他就不用查了。你不信任我，
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。今天你关心我的伤，是不是就是为了帮他打探消息？所以你派人监视我？对，我就是派人跟踪你，不然你以为你桌上的白开水是天上掉下来的？这水是你换的？废话，谁知道你喝多了，会不会跟徐光耀？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人。既然你对我没有半分信任，那我敬你一杯，从此以后我们的结盟就这么结束。文清，没事吧？行。如果没有我，你能这么清醒的跟我说话吗？谁让你管我了？哎，司令，穆小姐跟徐督办，他们还没完事儿啊？哎，这……你好，工部局费安顿的承包房在哪儿？这不方便透露。啊，好。穆小姐喝多了，不仅喝多了，脑子还有问题。一会儿你让人把徐光耀给我弄回来啊！啊，我一会儿送完你们就回去。哎，对了，把桌上那几瓶酒全给我拿回来。不，都打开了。执行命令，哪那么多废话？
笑什么？好好开车。哎，别。看什么看？醒醒，醒醒！大蒜，开快点！好。抬个脚。好凉快，好凉快。好好好。你真不把老子当男人是吧？我想喝水，喝水。我上辈子欠你的。张嘴，再喝一口，啊！我们再喝一杯好不好？你喝多了，你先看清楚我是谁。我没有喝多，我就是为了帮你才去喝酒的。帮我？好，我是徐光耀，你要怎么帮我？你是徐光耀？嗯。笨蛋。
司令，你干嘛呀？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咱洗澡有地方，干嘛在这儿把自己搞失身了呀？你有事没事？没事滚蛋！我有事有事，我把徐多半给你弄回来了，酒也给你拿回来了，你现在喝吗？喝什么酒？不喝酒。你不喝酒？我以为你跟穆小姐没尽兴，你俩要接。滚蛋！凶什么呀？冷静冷静，现在还没到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的时候，不能感情用事。我得帮他打个掩护。喂，给我接木公馆。老爷，太晚了，吃点宵夜吧。好，你先去睡，我看完这些文件就睡。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你说这光耀也没有回来，满清也没有回来，这都怎么啦？刚才谭司令来电话说翻译的文件太多，晚清要和翻译处的人一起加个班。光耀也来过电话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了，你不用等他们，先去睡。哎，不过啊，毕竟满清是个女孩子，这么晚不回来呀，难免让人担心啊。加班不应该呀。阿女啊，女女，阿女，哎呀，侬哪能还不下楼吃早餐呢？光耀哥哥一夜都没回来，这个小贱人也没回来，我哪能吃得下呀？唉，我听说呢，昨天晚上光耀是有应酬，穆婉清在加班。要不然这样，给他们送个早餐看看。对啊，妈，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小贱是不是加班，还是在勾引光耀哥哥。你去了才哎呀，你去了才放心呐。兴许什么都不是呢。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的办公室，我为什么不能在？那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？你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但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睡在徐光耀的办公室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是他的秘书，而且昨天晚上又是陪他去应酬的，你喝多了躺在他的办公室里，理所应当的。一大早的干嘛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？那是因为我好心照顾某个喝醉的人，一晚都没睡。我喝多了，昨天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我有没有惹什么麻烦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是徐光耀，你要怎么帮我？你惹了？那谭司令就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。反正喝了酒的话也不能当真。不是真心话。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，叫酒后吐真言？更何况你昨天晚上喝的是酒吗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要不是因为我们只是合作伙伴的关系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，还彼此不信任的那种。好，你现在就去找你的光耀哥哥啊！要是让别人看见你昨天晚上在我这儿过夜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老子还没娶媳妇呢，别连累老子清白，赶紧走。走就走，你还别连累我。等会儿，请你把徐光耀叫到我这儿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光耀哥，婉晴，婉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昨天晚上谭司令送我们回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我喝多了。后来费安顿有让你喝酒吗？没有啊，碰巧谭司令就在隔壁。哦，对了，他刚好让你过去一趟。好，你昨天肯定也没休息好，在我这边休息一下吧。嗯，好。
你找我？徐多半起得早啊，我还以为你要日上三竿才起呢。昨晚的事，多谢了。别客气。你是我司令部的人，要是跟洋人喝酒还喝不过，丢的是我司令部的脸。你早说你跟费安顿喝酒啊！你带上我呀，我喝死他。昨晚是私人聚会，本来不好麻烦谭司令的，不过也是巧了。原来是私人聚会啊，那也就是说，没聊什么正事儿吧？光耀哥哥，光耀哥哥，光耀哥哥！哎，怎么是你啊，这个小贱人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贱人，贱人，小贱人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早就跟你说过。你要是再嚣张跋扈找我麻烦，我必定加倍奉还。明明是你不知道检点，被我捉奸在床。这里是司令部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句话会给徐多半添多少麻烦？你只是心虚，这就去找大家评理。你尽管去，你最好把事情闹大，不仅污蔑我，还破坏他的声誉。到时候用不着我出手，你的光耀哥哥也饶不了我。光耀哥哥，婉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来给你送饭，结果食盒被他给打翻了。我们两姐妹在叙家常，你们确定要听吗？光耀哥哥，囡囡，你叫什么啊？妈，我刚刚看到穆婉清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，能干啥？我亲眼所见，而且他还打了我，衣柜当洞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打哪里了？啊，他还打了我2下呢。还好，哎呀，没有破相。哎，这个小妖精，我可怜他妈妈死的早，对他网开一面。他倒好，这么不识相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对他不客气。妈，你赶紧想个办法。现在穆婉清都睡在光耀哥哥的床上了，要是真的嫁进督军府，那我可不成了全上海的笑话了。不就当一个司令部的秘书吗？至于吗？翻身了，上天了。哼，你想得太好了呀，婉婷啊，你最近不要招惹他啊。妈，好好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收拾他。光耀哥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昨天我与费安顿聊的事，谭司令也知道了。啊，是吗？那他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我说昨天我是去聊贷款的，他便说他与费安顿是谈士兵安置，
大家心照不宣，却只字不提民团，也算是勉强没有撕破脸。那如果他不按时遣散士兵，执意要见民团呢？谭玄龄兵变上位之后，副帅便从前线召回了1个师的兵力，驻扎在越城，就是怕他出尔反尔。副帅能让他拖到现在，已经是极限。他敢食言，我们就只能撕破脸了。所以徐伯伯会攻打上海。上海是各方势力所在，副帅当然会慎重。但倘若他一意孤行，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。谭家军的事情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作为合作伙伴，我很有必要告诉你，你的打算督军府已经知道了，你承诺的期限也快到了，一旦食言，你上海王的声誉就不保了。这些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真心想帮你。你不帮着徐光耀，我就知足了。你怎么就好歹不分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徐督军已经把部队从前线调回来了，就等着和你秋后算账。一旦撕破脸，你2000人怎么对付他？他把部队调回来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你先把谭家军安置下去，千万别以卵击石。好，还有这个。好，等一下。喂，你好。关耀兄，我同意解散谭家军并缴枪，过来一下吧。好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怎么了？谭玄龄同意安置谭家军，而且要向督军府缴枪。这么说，他想通了？他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徐督办早。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请。都听好了，步枪在左，手枪在右，机枪和子弹一起上交。机枪。我信你，只不过这些人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我总不能让他们在码头上扛沙包吧？我把他们当兄弟，那些老板能吗？谭司令，这原本和你打算的应该不一样吧？唉，这不都被你发现了吗？没想到光耀兄这么厉害，跟费安顿喝了顿酒，我就输得一败涂地。我输得心服口服。你看啊，我手下的这帮士兵，打仗肯定是把好手，可是干活不太行啊。你让他们拿惯了枪的手，再去拿这些纺锤和扳手，这实在是勉为其难。但是这工厂啊，可不是混饭吃的地方，是干多少活出多少工钱。所以他们要是拿不到养家糊口的钱怎么办呢？谭司令自己都说了，干多少活，挣多少钱。你家的兵既勤劳又能干，怎么会挣不到糊口的钱？对，
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这工厂里的活都是技术活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熟能生巧嘛。可他们一进去肯定手生，到时候肯定挨欺负。所以我就想问问光耀兄，能不能跟那些老板们说说，让他们拿到和熟练工一样的工钱？这事恐怕我得和各位老板聊一下。只要光耀兄肯开口，这事儿肯定没问题。那我就先替这些兄弟们谢过光耀兄了。你放心，以我的判断，不出1个月就会有人求着你把兵收回去，到时候你再进民团也不迟。少帅，已经清点完毕。没想到，谭家军的武器还真是五花八门，这简直应有尽有啊！他们一直没有番号，靠给各路督军镇守使打仗谋生，自然是雇主给什么枪就用什么枪。说白了，就是一支不入流的杂牌军。那这些镇守使跟督军为什么要请一支杂牌军来打仗呢？自己的兵舍不得，让他们来当炮灰呗。总之，谭家军不可小觑。没错，谭家军确实不容小觑。虽然他们的装备不入流，但这些年他们打的漂亮仗还真不少，几乎从无败绩。谭玄龄确实是个将才，要是能为我所用，也许我们还能当个好朋友。非是中物啊，有点意思啊。就是说这谭玄龄天生反骨，不会真心归顺依附于他人。也许这就是副帅为什么一定要解散谭家军的原因吧。怕养虎为